你敢信吗？到了2026年初，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居然跌到了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，甚至如果和31年前的峰值相比，它直接缩水了2/3。最近这2年，大家都在感叹去日本旅游真便宜，买什么都像打骨折，对吧？但这表面上的买狂欢背后，其实藏着日本经济极其无奈的结构性死局。今天咱就来一口气扒一扒，日元到底是怎么跌进这个无底洞的。你平时看财经新闻，是不是总觉得日本经济好像还挺火热的？毕竟日经225指数一路狂飙，先是从不到4万点冲破5万点，后来甚至一度突破了65000点的大关，这股市涨得简直让人眼红，对吧？但是你再转头看看汇率，日元却是一路狂跌，一度跌破了150，甚至直奔160而去。这画面是不是特别魔幻？其实啊，这在经济学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跷跷板效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。你想啊，日本很多大企业都是做出口的，在海外赚的都是美元，对吧？因为日元大幅度贬值，这些在海外赚的美元一旦折算回日元，账面数字瞬间就会暴涨，这就让这些上市公司的利润看起来特别好看，直接把股价给推上了天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这真的是因为他们产品卖得更好了吗？并不是，这纯粹就是汇率在变魔术。这种账面上的虚假繁荣，其实掩盖了日本真实获取国际收益能力下滑的残酷真相。我给你看个特别扎心的数据哈，日本原本一直引以为傲的海外净资产规模，现在居然已经滑落到全球第3了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，德国现在是第1，中国升到了第2，日本硬生生被挤到了第3。啥是对外净资产呢？打个比方，就是你们家在外面放的债，减去欠别人的钱，剩下的净家底。表面上看，日本2025年底的对外净资产还有561.8万亿日元，创了新高。但那是因为日元贬值，把海外的美元资产换算成日元后显得多而已。如果没有汇率贬值的滤镜，这笔家底其实是严重缩水的。你看，股市涨得再欢，也掩盖不了日本经济底子越来越虚的事实。你发现没有？那到底是谁在背后猛踩油门，加速了日元的这种贬值呢？接下来，咱就看看日本政坛里的大戏。时间来到2025年10月21日，高市早苗正式就任日本第104任首相。这位新官上任3把火，直接搞出了一套被大家称为早苗经济学的政策。很多人看了直摇头，说这简直就是当年安倍经济学的翻版。他这套政策里最核心也最生猛的一招，就是疯狂搞大规模财政刺激，一上来就硬生生推出了高达21.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。你听着可能觉得政府砸钱刺激经济发福利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但你要看看现在日本的大环境啊，日本现在的物价已经很高了，老百姓本来就对通货膨胀抱怨连连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这就好比一辆名叫日本经济的车，好不容易才从几十年的通货紧缩泥潭里爬出来，现在的通胀发动机都已经开始发烫了。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坐在驾驶位上，刚想踩点刹车，把利率稍微提高一点，稳一稳物价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高市政府作为副驾驶，却在旁边疯狂的踩油门，继续大举印钱，大举借债，这就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严重冲突。这种反向的操作，直接把日本央行给架在火上烤了，可以说是进退两难。市场一看这架势，都吓傻了。大家心里算了一笔账，你政府这么无节制的借钱刺激，那日本的债务风险岂不是越来越高？大家对日本的财政底线失去了信心，吓得赶紧疯狂抛售日元。所以你看，高市政府的这波操作直接加剧了市场恐慌，日元在这种折腾下不暴跌才怪呢，对吧？好，政府和大企业是在这场贬值游戏里爽了，账面数字真好看。那普通老百姓呢？这就是咱要聊的极其残酷的输入性通胀。你想想，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，大量依赖能源、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，日元一跌，不管你在国际上买石油还是买大米，成本都会瞬间狂飙。这就是典型的输入性通胀，防都防不住，而这个沉重的代价全让日本的普通老百姓给背了。我给大家列几个非常真实的生活数据哈。据统计，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7月到9月份已经飙升到了接近30%。啥是恩格尔系数？就是你赚的钱里有多大比例是用来买吃的，这比例越高，说明老百姓为了吃饱饭压力就越大。更要命的是，物价天天在涨，但老百姓的工资却跟不上。到了2025年10月，日本老百姓的实际工资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负增长状态了。
在东京23区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很多人的房租直接占了家庭收入的40%以上，钱越来越不值钱，东西越来越贵，这日子能好过吗？更让人气愤的是，日本那些跨国大企业在2025年通过海外业务赚的利润确实刷新了历史记录，但是这其中有40%以上的利润根本就没有回流到日本国内，人家直接在海外就地再投资了。你看，大企业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，享受着日元贬值的红利，而老百姓却要在国内咽下高物价、高生活成本的苦果。持有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富人，在日元贬值与股价上涨的高市交易中赚翻了，但普通打工族却成了政府片面追求出口竞争力的牺牲品。这种财富分配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你发现没有？咱搞懂了内因，接下来看看外患。日元挺不直腰板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外部原因，那就是它的经济命脉被美国的关税大棒死死拿捏了。你看，过去这一年，美国在全球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税战，日本最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直接成了风暴中心的待宰羔羊。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等日本7大车企的利润出现了大幅下滑，其中最惨的日产汽车甚至连续2年出现了巨额的亏损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面对大哥的关税大棒，你猜日本政府是怎么应对的？敢怒不敢言啊！为了换取美国手下留情，把对日本的关税降到15%，日本只能硬着头皮低头妥协，不仅不敢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，甚至还签下了城下之盟。日本承诺未来几年要向美国投资高达5500亿美元，去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和航空航天业，以此来换取一点点关税的减免。5500亿美元啊，这不是个小数目，这简直就是花钱消灾，是在变相交保护费，对吧？你看，日本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深度绑定在了美国身上，这就意味着，当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对日本进行经济收割时，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反制的手段。这种极其弱势的主权困境和依附关系，国际市场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连自己的核心产业都保护不了，国际资本怎么可能对日元有长期的信心嘛？好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来给大家一句话总结一下吧。日元为什么会跌跌不休？表面上看，这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汇率波动和货币政策问题，但本质上，它是日本在人口老龄化、国内债务高企以及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失去经济自主权的无奈结果。靠着人为制造汇率贬值来给大企业的利润报表续命，其实就像是饮鸩止渴。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来扩大内需，不能让财富公平地流向普通老百姓，光靠着金融手段收割老百姓的购买力，那是绝对走不远的。那么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问题，你觉得在如今日本央行进退两难，政府债务越滚越大，且外部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，日元在未来还有机会迎来强势反弹吗？好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，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聊，拜拜。